大家好，那我们再来看我们的那一个第二章哈。那第二章的标题你可以看一下，就是说它叫做 Start to Design Quantum Circuit， 就是说准备开始做程式设计。那你会觉得奇怪，我不是要学 Quantum Programming 呢？怎么样叫设计这个 Quantum Circuit 呢？原来在这个量子世界里面的话他们做量子程式设计就是画一些量子电路画量子电路这样所以就是以后就说Quantum Programming 就是在设计一个什么 Quantum Circuit 所以各位同学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基本认识那再来的话就是说，既然是量子电路的话，那它里面一定有很多的那个像量子那个电子闸一样，有没有？所以他们就统称把它叫做 Quantum Gates叫量子闸，所以以后就把它叫量子闸或者叫量子夹都可以。那有各种不同的一个念法就是一个闸这样好，那像以前我们最常看到就是什么 AND gate、OR gate、NOT gate 一大堆，有没有？那这里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那最基本的这一个这就是 essential， 就是基本的就最核心底层的那我们常看到有什么 X gate Y gate Z gate H gate S gate 跟 T gate 有没有？那这些 gate 里面我就讲过说因为一般它就从 1 qubit 开始那 1 qubit 我再讲过 n 次，它实际上是2维的向量这样所以因此这个时候就是说一定要记住这个每一个 gate 它所对应的那一个矩阵的表示式所以那这个矩阵表示式你们可以看到它很明显是属于什么样？属于 C 的2乘2，有没有？这个都是属于 C 的什么2乘2所以原则上就是说它的关键在干些什么事呢？就是在帮忙我们做那个量子的那个核心最底层的那个什么1 qubit 的那个计算这样那这为什么这样待会后面我会再仔细跟各位做说明。那还有一件事情要来诠释，就是说我们从中学就知道说 I 代表根号负一，有没有？可是因为在工程里面的话 I 把这个变数留给电流在做电路或电子相关的设计的时候 I 留给电流，所以因此呢可是 J 又是很重要，怎么办？I 会非常重要，所以他们就把这个 I 让给电流，那复数根号负一就用什么 J 来代表这样所以呢，可是我比较 prefer， 所以我还是喜欢用 I 来代表 I 来写，看到所以我就用 I 来写这样。可是它在量子程式呼叫的时候，它就会要用 J， 所以在程式的部分，如果说你用打 J 进去打 I 进去，可能它会当掉会当掉，因为这个它有部分的那个约定成熟的一个设计上，所以你必须接受这样好，那我们来看看整个量子世界那整个量子世界最重要就是靠这个 tensor product。那 tensor product 我们就把它换成叫张量积这样，有没有？那像我来看第一个最简单的这个程式这个程式什么东西呢？我现在很快的先跑一下，然后再回来分析一遍，因为很多符号的一致性你还是要注意这样那我再来看看我的一些我的 code 好，我的 code 在这里好，那记得一个原则就是说我就尽量这个画面就好，不要再把它扩大因为这样操作起来比较简单。所以我进来档案里头，我就先新增笔记本，我新增一个笔记本这样那这个各位同学一定要开始熟悉。那很多同学在学那个 Python 的时候都会不断的这个用 Colab 来跑那记得一个就是说，那你觉得好奇怪，我的那个 solution 是 IBM 的 solution， 为什么要用 Colab 来跑那因为 Colab 的底层它是用个 Jupyter 的一个执行环境建上来的，那 IBM 的话也是建在一个 Jupyter 的环境上面，所以呢我们就必须在 Colab 的这个环境里头的话，要把 IBM 的环境怎么样把它先装起来。那我们如果说去跑 IBM 的那个 Jupyter 的 solution， 它就叫什么？它叫做那个 Quantum Lab。那 Quantum Lab 它就是因为他们自家的嘛，所以它把这个执行环境它就已经先都已经先帮你预设好了好，那可是我们今天跑到这边来怎么办？所以你要跑一遍你要跑一遍这样，你可以看到没有？那没有关系，很快再一下就好了所以这个没有花很多时间这样所以各位一定要感受这样的一个感觉好，那他就让他跑一下子，那今天网络还可以勉强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好，所以他就很顺利把那些你看密密麻麻的套件都载进来了。那载完了以后呢，我怎么办呢？记得就是说要点住这一个视窗的中间因为很多同学进来的时候就发现我第二行写不进去
啊，这个在中间点进去哈，那点进去你可以看到我预先就给你们这些程式嘛，有没有？我就把它拷进来，因为这是我个人的 prefer 这样嘿，这样我就开始执行，那它就执行的好简单，就跑出这样一个结果出来，那这个没有什么太大困难，我来分析一遍给你们看哈，因为很多同学还是需要再花点时间来熟悉我们这些东西这样嘿，所以原则上它宣告一个什么？它宣告一个 zero， 就宣告这个 zero 呢，就是我们的什么0kit 那宣告 one 你看它对应有没有？那宣告 one 等于什么呢？等于我们的1这样嘿。那各位也知道说这个等于什么？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什么呢？10那这个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们的什么呢？我们的01我们的01这个都要不断的很清楚这样。所以因此你可以看它这个什么意思？就是说0做 tensor product 跟谁做？跟 0 做所以就相当等于说这里就做什么 0 tensor product 1就是我们常讲的怎么样呢？这个0跟1做 tensor product， 那符号就是把它记成什么？就把它记成是01这样嘿。那这个结果各位也很清楚，它是什么？它是10因为很多同学可能刚收播还不是很清楚哈。那如果不清楚，一定要回去要看我的量子计算的课程这样。所以这个就等于101有没有？0这个01嘿，所以算出来的结果就变成是0100嘿。那这个都是很基本的，但是入门的话，对这些符号可能还不是很熟悉的同学，可能就会被卡关了，会被卡关这样嘿。好，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说，那他就来了他就说，那我如果说我今天用另外其他的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啊。所以他就这边就写一个 plus， 那 plus 的话就是说 plus 要记得我们常用的，这个就是我们大概很多遍 common sense， 就是这个东西，因为这个其实是哈达玛的第一个 column， 然后他又给一个 I state。I state 怎么看出来 ？I state 的话，它是等于什么东西呢？就等于1 over 根号2，然后再 j 1 over 根号2，我们看 square root， 然后怎么样呢？那这个时候我们的派就等于什么？就等于 plus 跟什么？跟这个 I state 做 tensor product， 指令就是这么写，我们看到嘿，那跑出来结果就是这个样子那这个我再来跑一遍给各位看一下，简单的跑一下。那后面如果说慢慢的那个后面慢慢的我的程式跑掉了好，那后面慢慢的我们再来怎么样？我再来有更多程式给各位看这样好，因为当场跑一遍你们比较清楚。点开，所以我来跑我的好，我的2至1的2至1刚刚已经跑过这个，我再跑这一个再跑这一个这样好，我就来跑一下。这就变成简单，那你们可以自己计算一下，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有没有？这非常简单这样好，那这个式子我再来分析一遍给各位看那后面就是我们要稍微加速一下，所以这个结果你可以算出来，就是说，那它等于什么？它就是等于这个式子有没有？等于是1 over 根号2，它是我看一下它是成 I state 没有问题1 over 根号2跟这个东西做什么？做 tensor product。有没有做 tensor product？ 有没有看出来？那这个式子的话很清楚，等于什么呢？就等于是1 over 根号2乘上，我再啰嗦一次后面就是说你们自己怎样自己推了1 over 根号2，我们看出来？那这个就是这样我们看到等于 j 根号2这样所以这个式子乘出来就变成什么？就变成是1/2 j 1/2有没有？1/2 j 这样那就是我们这个式子，我们看到，那这个式子你们也知道说它的等于什么？它等于是1000那这个等于什么呢？这个是等于0100那这个式子等于这样，等于是0010那这个呢等于怎么样？等于是0001，所以线性组合出来的结果就是最后这个结果这样那这个大概你们就可以自己很清楚的跑一下这样那因为时间有限，我就不再多啰嗦了。那我们又多了一个 minus， 所以这个也是 common sense common sense， 它等于是它 default 就会，因为它没有秀出来给我们看它 default 是这个结果那这个是还是我们刚刚的 I state 有没有看到那它等于刚刚就是已经写出来了
好，那这个等于 j over 根号2，我们看出来，所以我们要求这个结果什么？这个结果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 minus 有没有跟谁做 tensor product， 跟这个 I state。好，那程式你们自己跑，这个程式我就有给你们哈，我大概有给你们这些程式嘛，你们自己再怎么自己再去玩一下这样哈。好，你们就自己去跑一遍哈，就是这个我再附给你们，到时候你们就在授课的网站上再去把它下载这样哈。好，那后面这个就另外一个哈，就是说，刚刚是向量跟向量的那个 tensor product， 那矩阵跟矩阵可不可以做 tensor product？ 可以。所以它这边就给我一个 x 宣告等于是0110，嘿，那其实以后就根本不用宣告，因为它本来就是 default 的，嘿，那后面再说了哈，因为它再加让你感觉1001这 identity mapping， 嘿，然后呢谁跟谁做 tensor product， 等于是这个式子是什么 x 跟 I 做 tensor product， 那这个式就等于什么？就等于是0乘上1001，有没有？1乘上怎么样？1001。然后再来怎么样？这个是1乘上1001，再来是0乘上1001，那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呢呼叫出来就变这个结果这样，嘿，那这个你们可以自己跑一下，可以自己跑一下这样，嘿。好，那程式也是在这里，就按照刚刚那样把它扣进去跑一遍这样，嘿。好 ，OK， 没问题哈。好，那再往下看这个结果的话，就是说这个结果是我大概目前在萃很多程式好像很少看到这一个哈，那它原则上就是说出现这个符号出来，嘿，有没有？然后再做一个 evolution， 因为我们这个在做那个 linear algebra 的时候，就有那个什么有那个 revolution 什么类似那种 evolution 的那些矩阵哈，那它这里的做法很可能就是说做完了以后再把这个东西把它趴出来这样，嘿，那这个当然我是建议就各位可以再去找一下这个 user menu， 就是说你可以去找那个user menu， 嘿，就看它里面怎么去解释这个的过程。那我这次写讲义的时候，我是先从 IBM 里面拉出来给各位感受一下，我并没有再花时间去萃它这一个指令的用法，因为我们目前还没用到它这样。那不管怎么样，它的那个趴出来就是说，可能针对这个4乘4的矩阵有没有的那个什么4乘4的矩阵的4个 column， 它把它趴出来这样，嘿，那趴出来结果这一个结果就得到这个式子，嘿。那这个式子各位也应该知道说，它就代表着这个是1000，嘿，刚刚已经看过没有？这个等于是0100，嘿，那这个结果怎么样？这个是0010，那这个结果等于这个结果是10001这样，嘿。那平常记得一个原则就是说，要记得就我们以后常常在写论文的时候，会把这个写成是0，把这个写成是0，有没有？好，那把这个写成这样，写成是1。好，那把这一个写成是2，它就是说用那个十进位的方法来表示它这一个式子这样，嘿，3这样，嘿，所以这些符号慢慢的各位都要很熟悉这样，所以这个 evolute 这个各位再去查一下 menu， 好，那最后的这个就是算很简单的一个结果，就是说也是一样把刚刚的式子重新算一遍 z operator 100-1有没有？那这是我们的哈达玛。哈达玛就是非常有名，反正后面你会跟他纠结不清，嘿，他就跟我们量子纠缠在一起，就是在写那个电脑程式的时候没有，就做这两个，所以这个就等于 z 跟什么跟 h 做这一个tensor product，那这个也没问题，你们可以把它算一遍，然后跑出来的结果，那跑出来的结果你们就会发现一个很好玩的一个基本的现象出来哈。怎么讲说很好玩的基本现象出来？就是说这是一个4乘4的矩阵，嘿，它是一个4乘4的矩阵这样，嘿。那4乘4的矩阵很明显进来的话是什么？是一个 1 qubit 跟一个什么样？跟一个1 qubit。那它的 output 呢？我每次都写错哈，是一个1 qubit。它 output 是一个1 qubit。那我在前面讲过说，这个1 qubit 是属于哪里？属于 C2， 这个属于 C2 有没有？这个属于哪里？属于 C2 这个属于哪里？属于 C2 这样，嘿。所以两个怎么样？两个 tensor product 以后呢，就变成4维，变4维。我们看说这两个做 tensor product 变成4维，
所以他就在这边就写 input 是二维是两个那个 qubit 进来，那因为这个 qubit 一个 qubit 就是2维嘛，所以这个当出来也没有什么觉得好奇怪，就是说它可能就是展现出那个整个电路的一个结构的精神，它在那个 output put 这个出来给我们看这样，所以你可以把我提供程式码拿去跑一遍这样，跑一遍这样，所以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我就省时间就不再多跑一遍这样，所以在这一节里面的话，我还是从这一个 IBM 的那个 Quantum Lab Learning 里头抓住他的那个讲义出来，因为他讲义写的还算不错我们只要把认真讲清楚以后呢，各位就能够达到一定的水准这样，所以原则上要构筑出这个量子电路的那个最基本计算就是 Tensor Product， 那各位可以从这边呢去把它这个先感受一下它的整个计算的一个感觉这样好，那我这一节呢就先到这边。